大家好，虽然你们看不到我现在脸上的表情，可是我是笑着的，因为很开心。就是欢迎大家来到神雕在线2021的活动现场。今天的活动也在脸书上同步直播，所以也让我对现场收看脸书的朋友们打声招呼。Hello， 脸书朋友，你们好。我是今天活动的暖场人小慧，也是图书馆的职员，负责推广华文书籍阅读。你们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昨天是什么日子？昨天是10月30日。那2018年10月30日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的武侠泰斗金庸是在2018年10月30日病逝的，享年94岁。那神雕在线是什么意思呢？神雕是《神雕侠侣》的缩写，也是《神雕3部曲》的第2部曲。本地漫画大师黄展明早在90年代就把杨过和小龙女的故事画得出神入化。今天我们有幸邀请黄老师和对谈嘉宾李颖聊聊关于《神雕侠侣》漫画的创作心路历程，以及今年为出版漫画精装版所做出的新尝试。现在就让我们现场的观众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2位分享者黄展明和李颖，开始今天的活动对谈，有请。大家好，我是黄展明，谢谢大家今天来这边参加这个座谈会，谢谢大家支持。大家好，我是李颖，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来出席这个神雕在线2021这个谈会，好，谢谢。首先我就麻烦李颖先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你多一点。好，谢谢。其实呢，我是写小说的，我是可以说是一位小说家了。然后我出生在香港，可是来新加坡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差不多要30年了。然后我很喜欢创作。至于为什么我会走上写小说这一步呢？也是多亏了黄先生和黄老师的帮助，谢谢黄老师啊。然后我写的小说里面呢，有是冒险的，有武侠的，也有科幻的。然后现在我正在写的小说呢，就是一系列的冒险小说。我是有参加过一些推广的活动，例如创意市集。然后漫画的座谈会，还有那个新加坡的作家节，那些都是有参与过的活动。谢谢。然后这个我现在在做的在写的这个小说呢，叫做《大冒险家语境》，那是一系列的，有点像是卫斯理这样的小说，是同样的角色，不同的故事，所以是一个系列性。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图书馆新加坡各大图书馆都可以找得到这几本书。然后在作家节那一天呢，我就我发布了那本神州热月的那本小说。至于我现在在写的第5本小说呢，也快要出版了，在这个年底。那本小说叫做《岛国密码》，背景是新加坡的，所以希望我完成了之后呢，大家可以赏脸来看看，谢谢。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入了我们的正式的活动环节了。好，我们大家都知道金庸是武侠文的泰斗，他的趋势是武侠文，这是我们小说界的文坛的一大损失。那么我们也知道黄老师他也是新加坡漫画界的泰斗，那么他们拼在一起有什么火花呢？我想知道2位泰斗在会面的时候，黄老师，你是怎样通过这个金庸先生的来开始进行画这部漫画的呢 ？OK， 其实开始的时候是是在一个很意外的情况下接触到。金庸先生出版社是明和出版社，然后呢，有机会才有那么个机会呢，开始创作他的漫画。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先画倪匡大师的卫斯理系列，在创作第1期之后呢，在香港也是有出版，那么就引起了不少的人的一些关注。
而金庸先生出版社、明和出版社也是因为在这部漫画而注意到我们。可是卫斯理小漫画呢，到了第2本的时候，就是在《天外金球》，我们在创作《天外金球》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很不幸的事情，就是在香港有另外一间出版社呢，就控告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出版卫斯理的漫画，因为版权是他们所拥有的。可是那时候亚太图书是跟倪匡先生签约了这个漫画版权的，是正式签约的，所以在那时候呢，就有了一些困扰。那么对方香港出版社呢，就想说就要进入那个法律程序，所以我们就得停止画这个卫斯理漫画。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金庸先生的出版社明和出版社呢，就联络我们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把金庸先生的小说改编成漫画？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这部漫画的开始创作。在开始的时候呢，虽然他们有看过我们的卫斯理的漫画，我的卫斯理漫画，所以大概知道我的风格是怎么样子的。可是我们还是得画一些画面，让金庸先生过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画神雕的，我们是画《射雕英雄传》，因为毕竟射雕3部曲，《射雕英雄传》是第1部，所以呢，我就画了王龙的这个造型，还有郭靖的造型，让金庸先生他们过目。然后呢，我再从《射雕英雄传》里面呢抽出一小段，把它编画成漫画。这一部呢，就是在《射雕英雄传》里，王龙第一次以女性的那个少女的正式的身份出现在郭靖的眼前。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这一段落是比较浪漫的，所以我就先画了这一段故事给金庸先生过目。而在做这本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那个制作团还没有正式的成立，所以这一段情节呢，都是我一个人完成它的。OK， 就是这样的6页。我就把它传去了给金庸先生过目，然后他得到他的许可，说可以进行，然后就通过了，然后我们就几乎是可以开始创作了。可是到了正式创作的时候呢，明和社跟亚太图书他们又觉得说，暂时先不要画射雕。而他们提议先画神雕，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候他们明和出版社他告诉我们说，在金庸的小说里面，神雕是比较受欢迎的，所以是说希望我可以先画神雕，再画射雕。所以那时候呢，亚太图书呢就跟金庸先生呢签了神雕跟射雕2部作品，将准备画成漫画。所以说，签约的时候就是签了神雕，所以你就先画了神雕。是先签射雕，然后他们在要开始制作的时候，他们说不如先画神雕，所以我们再补签神雕。所以原来是有一个这样的那个次序的转变，大概会不会是因为神雕里面的帅哥美女比较多吗？其实，我也不清楚，就是说他们觉得是在商业上、市场上应该先画神雕会比较好，而出来的效果，我觉得是到后来神雕出来之后呢，真的是那个反应会比较热烈一点。明白。这个神雕有多成功，我相信就我不用再说了，大家都知道。那你跟金庸先生，当然你们需要有这个谈话的这个过程。那你跟金庸先生谈话的见面的时候，你就是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件，让你觉得很够回味的吗？OK， 其实是我在画
在创作过程中呢，我是没有见过金庸先生，因为他在香港嘛。我们一得到许可就开始准备创作了，就相当的忙碌。比如说召集助手们啊，这些成立整个制作团队，所以比较忙。我是因为在出版了《神雕》第1期之后，就受邀到香港出席那个发布会，所以我就到了香港的时候呢，明和出版社他们就安排我去金庸先生的家去拜访他。而那时候金庸先生是在得了一场病，那时候我去见他的时候，他是在康复中，所以在见面的时候呢，金庸先生讲话并不多，主要是在我们在介绍我们自己的那个制作团队啊等等的那个事项。而最让我难忘的事是很多，比如说他的家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大，然后能见到金庸先生，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真的是发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我在香港发布那个漫画的时候呢，就接受了很多报章啊、杂志啊的访问，而我的访问地点竟然是在金庸先生的办公室。金庸先生允许我去他的办公室接受访问，而且不止这样，而且我还是坐在金庸先生的办公室的桌子接受访问，真的是想都没有想到。而且金庸先生的办公室很大，基本上就像我们这个场地这么大。然后呢，它的两面是落地玻璃，是面向大海的，就是两面，这个90度的就是这个很漂亮的海景。另外一边呢，就是两面都是书橱都是摆满书，然后它有一大半的地都是摆满书的，它的书就像是被开着，这样书背向上，然后很整齐的排满在地上，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书。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他桌子，然后他的一些椅子，就是一些会客的椅子之类。我就坐在那个他的桌子，从早上被访问到下午，就是不停的有不同的报章啊、记者，因为香港有很多报章、很多杂志的访问，真的是这个是我真的是应该是毕生难忘的。我竟然是坐在金庸先生的办公室里的桌子接受访问，真的是很大的惊喜、惊讶。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金庸先生他也亲笔写了3幅文字送给我，这个相信大家都在漫画里面可以看到的，就是金庸先生写给出版社和我的一个鼓励词。另外特别的另外2幅是，一个是以我名字展明而写出的这个鼓励的一个词，另外一个就是他希望我能像杨过般的潇洒和勤奋，这些都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我觉得金庸先生真的对我是非常的支持，真的很感谢他。谢谢黄老师的分享然后金庸先生真的是一个受敬仰的人物啊，黄先生，那么我们都知道神雕这么多本的漫画，一定是画了一个不少的岁月，一定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画这部漫画，你最大的得意是什么呢？画这部漫画最大得意当然是收到金庸先生的肯定，授权我去画他的漫画。那么其余的就是因为在这部漫画我大概花了大概是接近4年的时间，3年多4年时间去制作这部漫画。而在这3到4年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在整个漫画的创作的那个程序上更加的成熟跟熟练。比如说在画面上，在我的左边的是第7小龙女出现的样子，跟右边的话呢就是最后一本第18本小龙女的样子。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小龙女的样子已经变了，它会变得比较好看。所以这个就是在画工上，它给我了很长的一段训练的时间，让我自己训练
画画方面的画画技巧呢更加纯熟。那么当然，一本漫画不能只靠画画的那个技巧、画工，所以在编排上、在分镜上、在情节的推动、分镜的那个流畅性的话，都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进步跟创作的空间。我觉得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本地是很难有机会让一个漫画家能够长期不停的去训练他的在漫画创作的各方面的那个技术，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对我接下来神雕之后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神雕的这个长时间的训练的话，可能我没办法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漫画出版的一个经验吧。这样说，就神雕除了让你有这个技术性的增长，就是你的那个技术的磨练之后呢，神雕这部漫画也让你真的是哇名扬海外啊，全世界都认识了啊，黄先生啊，黄老师。那么，神雕这一部漫画给你这么大的这个名誉、乐趣或者磨练这个那个，那可是创作里面你所碰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漫画家都有这种很多的难题，每一本漫画创作都有难题。我们想知道一下黄先生，神雕给你什么难题了 ？OK， 神雕最大的难题就是它的大场面很多。比如说，在这个蒙古人侵略襄阳城的时候就2次，所以在打仗的过程就是两军交战的时候，就是人是千军万马。在小说里，他只是写说千军万马，比如说蒙古带了多少万的兵啊，而漫画家就是千军万马4个字，可是漫画家就要画到吐血。在这方面真的是，而且是不是一次，是应该有至少有2场吧，因为他来过2次，所以这方面是真的是我们画到最吃力，也是最痛苦的地方所以小说很容易只是几个字，可是漫画家就要画到没天没夜，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讲呢是最大的那个困难。哇，就是我自己本身我是写小说的，写4个字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把它变成视觉上的东西的时候呢，就3天2夜纸吗？不合纸，对。还有一点就是在小说里面，你可以天马行空的去形容一些东西，可是，在现实漫画，因为漫画是画面的一个呈现，比如说在最后这场大战的时候，襄阳大战的时候，王药师他使出了5行阵法去对抗蒙古兵，那你是想怎么样带着水呢？小说时候有时候你看的时候，你会跟着那个文字去进入那个故事，走得很快，你不会想细节。比如说火，你怎么带着火把去打仗呢？这些真的是我们要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带金木水火土，你背着土去打仗，而不是这些都是我们漫画家要去克服的一些困难，就还是要把它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些就是到时候我就是在想说，怎么带着水去呢？怎么带着土、带着火去呢？所以这些都是当你在改编的时候，你没有想到的一些很大的困难。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黄蓉在有生育的时候遇到那个金轮法王，然后那时候他只有黄蓉身边就有4个人，就是黄蓉自己，然后大武、小武，还有那个过父，对。然后他们在小说里，他是摆成一个时阵去阻挡金轮法王，可是现实里面是
王龙已经有生育了，他不大能动，也不能举重东西，就剩下2个男的，1个女的，那个是个大小姐，他也搬不了什么重的东西，就是靠两个少年去搬动石头。一个普通人能搬动石头有多大力的石头？然后你又能把石头推到多高？因为金龙法王是个武功高手，你推到多高，他跳上去，他只是走就可以走到王龙那边，他不需要在里面跑啊，对不对？然后你所摆的那个石头的那个石墙也不可能很厚。金龙法王是武功高，他一掌就可以把那个石头那个墙壁打破了嘛，所以你把那个阵是很奇怪。可是在你看小说的时候，你不会想这么多。可是，在我们画漫画方面的话，我真的要把它画出来，画到真的是可以阻挡那个金轮法王，然后要很现实的所以这些都是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帮助那个小说把它的一些不大可能的东西实现化。所以我们画改编小说，不是说只是跟着文字去把画面呈现出来，而是要补助很多文字上没有表达清楚的一些地方，所以这些都是真的是伤脑筋啊。我看就这一点来说画漫画的那个难度可能比拍电视剧的还要来得艰难一点，因为漫画是一个静止的画面，可是电视剧是动态的，好像比方说很旧的那个射雕英雄传》，那个黄日华的当年他们拍的那个郭靖跟黄蓉的那个，当他上去桃花岛找黄蓉的时候，就被困在桃花阵里面。那个时候电视剧拍的是那一盘桃花是会动的，然后桃花就围着他来转到他头晕了，就转不出去了。可是这一点如果要在静止的漫画里面出现的话，那应该是所以我相信那个难度是大很多吧。对，其实 OK， 漫画在很多人有一个句子是这样讲，漫画是纸上电影。其实漫画做一个漫画家的话，创作一部漫画真的是比创作一部电视剧来的困难很多。因为同样的，在创作一部电视剧或电影的时候，你的参与人数是几十人，这是过百的。好像说千军万马就花钱请人哦，或者是现在是可以增加一些 CG 电脑效果。然后电影里面呢，你有灯光师，你有导演，你有武术导演，你有演员，你有男演员、女演员，那种 c a l i f e 等等。可是，在漫画创作里面呢，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作者一个人做到完。你本身是导演，你本身也是要做武术指导，你本身也是要做服装设计师所以，然后角色你一个人演到完。对他说，你画小龙女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是小龙女，她的动作不能像男生，所以所有的比如说去到一个感情戏，你是悲伤还是高兴、喜怒哀乐，都由漫画家一个人扮演到。所以有时候漫画家也不是男性来的，就像有时候这我要变成女性，就想说女性的角度去在这个情况，她会怎么样的表达，怎么样的姿势，怎么样的表情。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做几十人的工作。当然，有些漫画家会有一些助理，比如说我有这些助理，可是不是说助理就全部事情都是他们做。比如说你要懂得说，比如说助理在这边画不对了，比如说他一个场景，他的透射图不对，那么作为我们主笔的话，就要得跟他讲这是不对，然后跟他讲说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比如说在画景方面，我们本身也要懂得画，只是说我们时间不足，就需要别人来帮忙。可是当他们画不对的时候，他甚至说不懂得怎么样表达，不懂怎么画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去指导他们。不是说其实我不会画景的，就是我请了一个同事来负责景的话，他画错我也不管，就是他画错我也不知道，那是不行的。就是说那个实景的助理的话，他技术你必须要在他之上，
如果他画错，你知道，比如说透视图画错就是画错，所以你要懂他说怎么纠正他，怎么帮他改正这些东西。然后在一些，比如说一些气氛的时候，你要懂得控制那个气氛。就这个怎么样控制气氛，就是打灯的，这灯光师的那些工作你也得懂。所以漫画家很多时候不是只会画人，你的技术是要蛮全面的，蛮多方面的，对。所以是蛮吃力的。哇，请问在座的朋友里面有谁想要以漫画家来当自己的梦想的吗？被吓跑了。OK， 那所以可以这样说啊，如果你能够成为漫画家的话，很多行业你都能做得很好，是这样说吧？OK， 那。虽然说你就是漫画家，你要画出来的场面有时候会是很困难的一回事，可是我相信，谁都好，你自己的漫画里面一定有你很喜欢的东西。比方说，你最喜欢的角色场面是什么呢？我可以跟你说，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小龙女，然后我喜欢的场面呢，不好意思，就是你刚才觉得很困难的那个，我非常的喜欢，不好意思，那。你自己觉得呢？神雕侠侣的话，当然是最喜欢就是杨过跟小龙女。而在创作大概18集里面，大概有画了大概有接近3000页里面，各场景啊，我最喜欢的是有蛮多的。譬如说这个场面，我是觉得画的，我是蛮喜欢的，真的是蛮喜欢的。然后呢，我觉得他的那个感觉很足够，在这一段，这个是那时候小龙女跟杨过是已经分开很久了，后来他们再次相遇，在一个那时候他们还要去决定要去对付一个谷主，就是公孙谷主那一段，他们被困在那边，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很久没见面的一个重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龙女一个人。去使用几十把剑去对付4大高手，这边我也是觉得蛮喜欢的，是非常喜欢这一段。然后呢，另外的一个就是当18年后，小龙女跟杨过相遇重回的时候，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那个场景，我是蛮喜欢这一段的。这个是我第一次使用一个，就是在同一个动作里面，它做一个360度的旋转的一个表现。这是我喜欢的。然后这个是他们分开之后，就是简单的线条，没有任何的一个其他的物件的一些干扰，就是整个就是几条线去表达他们的一个相对。然后这个是最后一个他们跟所有人再见的一个场面，这是最后第18集的最后一幕。当然其他还有很多，不过我就没有呈现太多了。就是我是蛮多喜欢的，所以真的在创作这整部18集的3年多的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的享受那个创作，也画得非常的开心所以是很满足的一个整个制作过程。谢谢黄老师，听起来就是有一番的那个艰辛，可是也有鼓励的成分啊！想要当漫画家的人多加油。然后你说漫画这个《神雕》的漫画总共有18集，18集里面漫画就是一些比较静止的画面。那你是如何处理他们的分镜呢？什么时候他那幅画要大一点？什么时候小一点？什么时候正面？什么时候背面？好像刚才你说那个360度是你的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画法。那你是如何想要决定要这么做 ？OK，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已经过了18年没见面，而且双方，尤其是小龙女，她根本就
没有想过杨过会出现在他面前，而杨过在见到他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希望破灭，是因为那时候黄药师跟他讲过没有这个南海神尼的这个人，然后他在山上等了1天1夜，然后见不到小龙女，他就是应该是已经是相信说世界上是没有南海神尼这个人，然后他是在绝望的时候跳下那个悬崖，然后才无意中见到小龙女。所以这段时候，我觉得是他们双方都是在绝望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希望，所以我很想把他们说接触的那一上面看到他们不同的表情，然后我相信他们相拥的这一段时间是很长的，所以我不希望就是那么1格或者1页就让他们分开，所以我就用了4页去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的表情，在一个他们相拥，对我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而不是说拥抱了就离开。所以我用了，算是在4页里面表达一个动作，在漫画里面是很少有的，当然也是表达了时间的停顿。因为漫画跟电影有一个差别，就是电影是用时间 film 去带动时间，漫画是用格子页数来带动时间，所以这一方面的话，这个是基本上在漫画上是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因为漫画的话页数是很珍贵的，因为一本书多少页就会决定它的售价，所以页数是不能乱用的。可是我这边我觉得它是值得这样用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表达方式的一种呈现。至于我怎么把神雕侠侣在小说有四本，我怎么把它分类成后来的18集呢？也是一个也是有故事性的，有一个蛮特别的故事。因为开始在创作神雕侠侣的时候呢，因为双方的出版社都是没有正式出版过漫画，就是他们没有进入过漫画出版的这个行业，所以在当时的时候，我被授权画的神雕是只有8本而已，就是8集就要把神雕画完。可是对我来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来的，因为小说有四本，你要一本小说画2集漫画的话，除非你画的是叙述文，就是图画静止，然后很多文字这样的一个表达，它是这样的是一个死的漫画的表达，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青少年漫画的表达方式。所以那时候我蛮困扰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来的，可是出版社要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出版了其他类型的书籍，可是他没有进入过青少年的漫画，所以在这我就觉得先斩后奏了，我就根据我自己本身的那个方式，觉得我不管8本，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心理准备是说大概12本了，12本我能画到12本已经他们肯让我画12本，对我来讲已经是偷笑的事情，可是我没有跟他们讲嘞。可是我就以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去编，所以你可以看一开始呢，神雕，我就把他第1本的小说切了一大半，就是没有讲说杨康的事情啊，也没有讲他母亲的事情什么，我就直接一口气杨过长大了，要上那个全真教，所以前面我就切了一大半，我想说这些我以后。如果我可以争取到12本的时候，我可以慢慢补回去，所以我就把它一刀切了。所以第1本小说的话，我就切了超过一大半，然后我就从那边开始，然后我大概是这样计算了。我有4本的话，每一本大概是3集的话，我想到最后一本是最紧要的，就是我就放4本，然后呢，其他的第2本、第3本就可能会换3本漫画，然后第1本呢。我就可能画2本漫画之类的，所以大概出画怎么样算也是大概12本左右，所以我就从那边开始画起，然后很幸运，就是在第1本的时候呢，反应就非常的热烈，
反应就非常热烈，就是在台湾啊、香港啊、新加坡，就变成出版社就很有信心。所以我在第二本，在我知道第一本的成绩的时候，我已经在快要画到第3本了，然后我就快点跟出版社说，不如我们画12集我会处理得更好。连他们就因为那时候就那个反应很好，然后说可以，然后我就处理到第20。所以你看，在第1集跟第2集的那个漫画的分镜啊、故事推动啊、情节的安排都不是很理想。对我来讲，因为我手上的筹码不多啊，我怎么样都是安排说12集我就要做完，所以我走得很快，情节走得很快，跟我真正理想的并不是很。所以第1本、第2本的那个情节，我对我来讲是比较弱了一点，因为我很多限制。到第3本的时候，我说有12集了，就可以开始故事可以走得比较慢一点，比较多细节，比较比较更加的忠于原著。然后大概，可是后来那时候反应越来越好，到时候就有了不同国家的版本，又有了印尼版啊、韩文版啊，就好像反应越来越好，我就觉得我要做得更好，然后就跟出版社说，不如画18本吧。然后出版社也是很乐意的接受的，所以到了那时候呢，那时候大概是画了大概是第5、第6本吧。所以看，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第6本过后的情节，这个整个故事的编排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它就会更加在场面格子的大小也会比较大一点的。刚才你说什么地方要大，什么地方格子大，就是说你要夸张，或者是那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的话，你要夸张它，你要让读者更加有那个印象的话，你需要大格，就是重要的情节、重要的画面，你需要大格。而小格就是那种带过，那种是因为任何的故事都有高低潮，在低潮的时候呢，你就小格子不重要的，然后重点的时候你都要把它放大。所以到了第6、第7集，我就更多的空间让我做很多大场面的东西了，这个就是后来的变化就越来越多。其实老实说，你看现在的这18集的神雕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跟小说是不一样的？小说是小龙女跟杨过离开那个华山之后，还有故事的，比如说有郭襄去找他，然后有张君宝出来，有提到举王神功这些东西，为什么不画？其实那时候我的安排是第17本的时候，已经是画到现在第18本，就是我多了一本是要画后面的那个情节的。可是画，我就觉得是说，其实到后来我发现18本又不够我画嘞，因为到后来小龙女这边相遇，我觉得我不能很马虎的把它带过，我觉得在《神雕侠侣》最重要的场面就是这一段嘛，所以我就不管了，我就花了很多的那个篇幅，就说在杨过等小龙女这一段时间，他的感受，他的感觉，然后到了见了小龙女之后，你看随便就花了4页了，那里够我画。而且我觉得，既然是书名是《神雕侠侣》的话，重点还是杨过跟小龙女。而其实在小说，我在读小说的时候，杨过小龙女她离开华山之后，其实故事的那个就在走下坡了，它的情节就在走下坡了，就不是那么的紧凑，或者是说让我想追着看的那个是在，因为任何小说多精彩的小说，多成功小说一定都有高低潮的，一定是会有的。而我觉得后面已经是在走下坡了，所以我觉得既然《神雕侠侣》吧，我就把它重点就放在杨过跟小龙女身上，所以我就决定了，就停在他们离开华山因为后面那一段，其实如果我就跟着小说这样停在郭襄在找杨过，张君宝就去了那个离开之后，
它的故事的结尾跟《神雕侠侣》这4个字是没有相连的，是没有相连的。所以我觉得说，与其要弄到这样的一个结束的话，那么我再画襄阳大战跟小龙杨过的相遇又不到位的时候，就页数不到位的时候，我最后我就做一个决定，就是说把后面删掉，就以《神雕侠侣》的离开为结局。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不是说我不要画，是因为我其实我不好意思再延长那个，不跟出版社说，怎么能画到20集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已经我从8集拉到18集，对我来讲已经是很满足了。而且我觉得后面那一段是跟《神雕侠侣》4个字是没有什么相连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停在这边会觉得比较完整一点，比较完美一点，就是这样子。OK， 谢谢黄老师。那就是说小说后面虽然还有一段故事是交代他们就是《倚天屠龙记》的那个开头的那个想要接下去的部分，可是对漫画来说可能是不必要的，那你就决定了把它给砍掉了。就是对，因为我还是觉得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完结的话，更符合它的书名《神雕侠侣》。对了，那么我们都知道神雕这个漫画出了已经有25年对，25年了。那当年的当然没有现在我们的讯息这么方便我们现在的网络什么资料都可以找。可是25年前不是这样的情景。那么当你要做一些考察场地那些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OK， 那时候因为新加坡不像在中国很多场景，因为《神雕侠侣》根本就是一个中国的武侠故事，我们就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这些，很多时候都是去买书。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那时候我们就是买书来参考。然后呢，到了接近画那个襄阳大战的时候呢，就是刚好那时候新加坡有一个旅游景点叫唐城我们是去那边取景的。因为中国历史嘛，唐朝在宋朝的前面嘛，所以它的那个建筑物的城市接近应该是 OK 的除非我是画宋朝，然后宋朝的我去宋朝的景，然后画唐朝那就不大对了，因为唐是在宋的前面嘛，唐宋，所以我们就是去了唐城拍照。所以你在看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个，尤其是在那个城墙上面的那些地方的话，真的是根据唐城上面的去拍的那些，而那边帮助我们很大不然的话，我们就得去买书，买一些风景书之类的一些做参考，真的是蛮痛苦的。以前不像现在按几按你什么都有，所以那时候的话是很不方便，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唐城大概是拍摄了一整天幸亏有那唐城，不然的话我也没有想，因为我本身也没有去过，那时候去中国也不是那么方便那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也没去过真是那个城市那个墙，所以我也不懂上面什么样子的，所以那个对我帮助很大然后我大概知道怎么样去走位电影有时候走位漫画也是有所以我们还是知道说怎么样去取景，怎么样角度去处理。当大战的时候，蒙古兵要打到来，在他们在上面怎么样安排那些战略的东西，都对我们更加了解。对，要是当时没有唐城的话，你可能就要买飞机票去香港的宋城去看一下，对说不定还会看到人家在拍电视剧。对。可是那时候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在做到没天没夜，怎么可能去香港拍景呢？那时候我们2个月画一本，真的是每天都在赶稿，一个星期画7天，只是不是247啦，我们至少接近，说每天都在画足7天，所以根本不大可能去香港。对，207已经很了不起。207。OK， 那我们现在是说神雕在线，也就是说现在神雕再版了。
也就是说有这个新版跟旧版的分别。对。那新版跟旧版分别在哪里呢？黄先生。OK， 旧版新版的呢，最直接就是在封面上，我从6本封面我重画了4个，另外两幅是在以前的神雕就有了，可是我觉得它蛮适合的，所以我就觉得再重用。在6本里面有哪4个是重画呢？就是这2幅，就是我特地画，因为小龙女给人感觉印象就是很直接的，就是她是白衣服的，只有2个她穿了2次红衣服的那个婚纱礼服，所以我就其中一幅我就特别画了她穿红衣服，这个是以前没画过的。另外呢就是杨过已经断背的那个情形。然后还有这个也是特地为这个新的那个版本绘画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6本里面呢，每一本都会有4页是重新彩色的。这个就是因为以前的18本都是黑白的，所以这边会有增加了彩页。这是第1集的4幅。然后呢，这个是第2集的4幅。在做这个时候呢，也是蛮不容易，跟一般的上色不容易，因为以前比如说小龙女的头发是黑色的，所以我们得把她头发剃掉，然后才能上色，其实更多工，尤其是以前我们用一些网子。我们也要把那些网子去掉，不然你上色的时候它就很肮脏，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说这个那时候原稿的时候，他的头发是黑色的，这个头发是褐色，可能我们又不能说直接把黑色换成褐色，因为它有那个外线。如果是说直接把它换成褐色的话，它的外线会不见掉，所以这个也是先把小龙女的头发剃掉，先剃光，然后再补回上去。杨过呢，很多时候那些网子我们也是因为网子你在上色，它会弄到整个画面会很肮脏所以这些都是多工的工作，可是我觉得是值得了。好像这个背景的话，这个小龙女这个蓝色背景的话，它基本是黑色的所以我们也要把它做成这个，也是蛮多工的。郭襄的话，他身上以前是有那个花纹的，我们也得把花纹拿掉。OK， 当然就是这6个新的封面。大家应该都知道神雕在那个左耳书店呢，在 Wheelock Place 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画展，大家有没有去抢个机会 pose 一下，拍一下照片刚才我们看到那把很悬的玄铁剑，大家有没有试试看当一下杨过的滋味？OK， 那么，黄老师，刚才你说，那个出版商就是签约的时候是先签射雕，对，然后可是先画了神雕，对。那画完神雕了之后，为什么没有继续画射雕呢？OK， 因为其实我画决定要画神雕的时候呢，接受这个项目去制作漫画的时候呢，其实在之前金庸先生的漫画也有被其他的人改编成漫画过，比如说《天龙八部》，我据我所知有《射雕英雄传》、有《天龙八部》、《鹿鼎记》等等，可是都没有受到太大的那个注意。所以，我后来才决定说，可以试试看。当我蛮大的一个意外了，就是当我画了神雕之后，就引起了很多大家的注意，然后之后就演变成在各大出版社都抢着要画金庸的漫画。当我画完神雕的时候，市场上据我所知，已经出版了，跟接着要出版的至少有不止金庸小说了，古龙小说也有，真的太多这种小说改编成漫画了。
对我来讲的话，抱歉的想说，我觉得这样是对我本身来讲，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现象了。所以到后来，我是觉得射雕，因为那时候我画完神雕香港已经有出版了另外一个是射雕的漫画了，所以我觉得再画是很奇怪的事情了。因为故事是一样的故事嘛，对吧？你有两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虽然出版社有说我可以画，因为我们本来就签了嘛，我是可以画的，是可以画射雕的。后来我就觉得，会产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就说不，我就不画。然后呢，明和社跟我讲说，这样的话你可以任选另外任何一部金庸的小说改编成漫画，任何一部都可以取代这个射雕了。可是我觉得到时候市场上已经到时候有了天龙，据我所知有天龙，有射雕，还有我也不懂，总之是那时候就很多，还有倚天。我是会觉得说再画下去也是，我觉得没有那个意思啊。所以我就后来就觉得是说，虽然我有选择很多，可以选任何一部，后来我还是觉得是说还是不要继续画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整个市场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对我来讲是不健康，我不是很喜欢啊，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再继续画下去，所以我就是没有再继续画下去。对，金庸先生的小说里面呢，我看就是《神雕》，你说他最受欢迎的其中一本，大家也应该没有异议了。如果据我所知，那个时候就是除了神雕三部曲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甚至那个鹿鼎记、雪山飞狐那些都有漫画已经出现。侠客行也是有。对，所以我们大概会了解你的意思，就真的是太多了，有点太过泛滥了一点。对，所以在市场上竞争太激烈的话，也不是一个好现象哦。可能我是不大感觉上这样的一个竞争，我不是很喜欢啊。我觉得，因为我在画的时候是没有人在画吗？没有人在做这种东西吗？然后我画了之后，这样多人，我就觉得我就应该不要画，还是比较好一点啦，就是这样子。对，明白。那就是据我所知，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漫画的市场新加坡是个就是比较说是英语为主的国家啦。然后华文的市场在新加坡说真的跟英文比起来是相对的弱了一点。那么新加坡的华文市场会比较那么就是小一点，那你为何还可以坚持画这么多的华文漫画出来？第一，因为我是从小看华文漫画长大的，我对华文漫画有一副很深的感情，而我觉得，因为我本身还是习惯了用华文去表达我自己。虽然我的漫画所有的漫画都有英文，可是原著都是华文，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也比较舒服。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在我从看漫画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也喜欢看漫画的朋友。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漫画的影响力很大。比如说，在新加坡影响最多的漫画是日本漫画，我很多朋友因为日本漫画而去学日语，所以我觉得那个影响力真的是很大很大。虽然现在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比较喜欢讲英语，看英文漫画或者看英文小说讲英文，我也希望是说接下来，如果是说他们会通过看我的漫画而喜欢上中文，对我来讲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坚持。虽然中文漫画的市场是越来越小，你可以去书店看就知道了，越来越小。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还是会坚持出版中文漫画。那个就是说，利润不是问题了，对我来讲利润不是问题，重点就是我喜欢中文漫画，这是最重要的。那钱不是问题。
这一点，我相信我的理念跟王老师是一样的。我写华文小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希望大家看了漫画、看了小说之后，可以对华文有多一点兴趣，可以学多一点华文，也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我也是很感谢黄老师在我的这个小说的路上给我的这么多的帮助啊！谢谢黄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然后，今天就想问一下，你们之间，就是我们的嘉宾之间，你们有没有喜欢看华文小说的？1、2、3，喜欢看华文漫画的？大家不少。就是说，如果有选择的话，你们喜欢看英文版还是华文版的？漫画也好，小说也好，看原著，就是看原本的那个原著，就是说原著来的是华文就看华文，英文的就看英文的。所以原著的那个影响是挺大的哦。就好像举个例子啊，《神雕侠侣》的话，我们说前辈英文叫 senior， 我觉得很奇怪咯。尤其是他的武功名字更加是奇怪加奇怪，你怎么看都不会投入基本上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坚持要出版原著比较好。我曾经有看过这么一段是有人用英文来写一下武侠小说，好像是应该是外国人对武侠小说的一些领略了。他们是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坐下来闭上眼睛盘式做了之后呢，等到头上冒烟呢，他的伤就会好。又或者说他用手指在身上指指点点了之后呢，人就不会动了。然后天下那么大那些人总会在某一个地方一定会碰得上。这是外国人对武侠小说的一些理解。所以说，如果就是原著的那个威力还真是够大的，真是很厉害，真是很厉害。那请问大家有什么心目中的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吗？Hello， 黄老师，下午好。你好。我从小就看你的漫画，所以今天能在场听你本身讲，我感到很荣幸。谢谢你的支持。我是很好奇，什么让你第一次想当漫画家呢？我本身是画抽象画，然后我一想到要画漫画的话，我一想到要那个相机那个影像，它那个格子要怎样打，我觉得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既然有这么多挑战，什么让你迈出第一步想要当漫画家？我是这样子好奇的问。好的，其实我从小就决定要当漫画家，是因为从小大概3、4岁的时候吧，那时候我就接触了一些漫画，比如说哆啦 A 梦日本那时候叫小叮当啦，叮当，然后有老夫子之类的，还有一个是儿童乐园，儿童乐园里面有很多的漫画，它是综合性很薄的一本杂志综合性的一本漫画刊物叫儿童乐园，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漫画，所以那时候我就迷上了，然后我就想说要做漫画家。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想的太多，因为小孩子嘛，那时候又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有教漫画的课程没有这样普遍。那时候就是看这书自己去模仿。然后你说的一些格子，就是我们漫画里面叫做分镜，至于说怎么样去画那个，很奇怪，就是自然而然就会画，就是你看多了漫画，它每一个格子都是一个连贯的表达的那个情节的表达方式。这个的话，你问我怎么样去为什么要这样处理的话，很多时候我答不上，就是一种感觉，你觉得要这样表达，而这些东西就是你多看漫画的话，你自然就会吸收到它的那个妙处，那个怎么样去运用有时候你不一定要看漫画，比如说你看电视或者电影的话，
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格子，电影怎么样去表达一个不同的画面的话，就是漫画不同的格子的表达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看电视电影啊，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这叫分镜。很多时候，大家我们读书的时候，小学啊、中学都有时候说要写我的志愿，将来做什么东西。我记得我从第一个写说我的志愿就是要当漫画家，一直写到中学没有变过。其实最好的最有用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每次都不用想，我都抄回去年的，增加多些字就行了。基本上比较不会那么苦恼。没有，其实是因为比较傻，我就是一个喜欢上一样东西，我不大会改变所以尤其是到了后面的话，越来越多精彩的漫画影响到我，吸引到我，所以我觉得漫画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对，很有趣的工作，所以我一直都在朝着这一方面去努力去学。比如就刚才我说的，那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有教漫画的课程，教漫画的那些学院。那时候不管我在读小学也好，在读中学也好的话，我满脑子都是怎么样去学习漫画，怎么学习漫画，所以反而是那些正式的科目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那时候我安排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课程给自己，就是漫画课程比如说我在小学开始画漫画了，画故事漫画，可是都死得很惨，因为不会也没有人教。我想到漫画，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漫画，比如说香港的一些漫画，他们是没有结局的，就是一直在画下去的。但那时候又很好看，我是蛮吸引我的，所以我想的故事也是没有结局的。很多时候会接不下去那时候给我的很大的一些印象，就是说后来我就觉得画我不下去了，这样就没有画了。然后越画越烂，因为很多页嘛，发现那时候就我要练习的是耐性。一定要耐心下去，我就说 OK， 我一定要学习练我的耐性。然后我也知道说 OK， 后来我就开始学说我一定要画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就开始说我是先写好一个完整故事，我开始学短篇故事，这些都是在小学、中学是我自己去学习的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是蛮重要的。到了后来我开始做全职的时候，所以我开始就不会说一开始是画一个没完没了的故事，开始我就懂得说我要画短片开始学起。所以那时候因为从小开始嘛，所以我练习时间很长，算是10多年去练习，所以这些都对我后来做全职漫画家很有帮助。幸亏做得早。谢谢黄老师。那就是说刚才所说的，你喜欢看的，就是您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小叮当啊、老夫子啊，他们当年画的那些风景，好像很 standard 那种格式，还是很正统的对好像老夫子这样6格就是6格，4格就是4格。跟现在的漫画相比的话，好像是那个花样没有那么多，所以我相信这一点好像是你刚才所说的，看多了。那个审美观自然就会出来了。对，最重要是日本漫画日本漫画它的格子的变化、分镜变化真的是很大。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对我到目前画的一些动作漫画很有帮助，就是香港漫画香港漫画的动作真的是它的那个表达方式真的是超强的，在其他的漫画里面，这些都对我蛮大的影响其实呢，我小的时候我的志愿也是想当漫画家，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了黄老师的影响，就是超过25年前，我在书店这个大众书局里面看到卫斯理与白素的漫画的时候呢，我就宁愿牺牲1个星期的零用钱把它买回家。那个时候我就练习，到了我的教科书、我的课本被我自己涂鸦到我弟弟不能用的程度，而且我就被投诉了。
可是后来我没有走上这条路了。然后后来也是受了黄老师的指导，我把故事化为小说，所以那漫画家真是一个很受敬仰不容易当的职业。其实我的整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整个过程中，其实是蛮幸运的。很多时候，那些在我当年龄层的时候，甚至是现在，很多时候现在反而不会了。现在漫画可以去到学校教了所以已经不大一样。我那个时候的话，很多朋友就说在学校看漫画被老师骂啦，看漫画被老师充公他的那本漫画了。其实我很幸运我从小学到中学后，因为我会画漫画而得到很多的那个好处，真的很多好处。比如说老师说，你会画吗？帮我去画给图书馆画一些东西然后就变成是更多的练习机会，然后班上的布告叫我画了，所以变成更多的那个发表的机会，各种各样的那种，就好像现在他基本上就是只差没有给钱就跟现在是做 project 是一样，所以到时候从小学开始做 project， 就做到中学，然后越做越多 project， 就变成。我懂得怎么样去，好像说客户，老师就是客户，只是没给钱了。老师说你要帮我做这个，我就会想怎么样去处理。这对实战经验是很有用的一个经验。然后呢，人家是看漫画看到，或者是说看到被老师骂啦，给校长骂了。我是看到被副校长叫去，那副长叫我说：“你都画到这个样子了，你应该让更多人去看到你的漫画，去投稿，去报章投稿，而是给副校长这样的去鼓励。”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很奇怪的只是很多时候因为漫画而让我有不停的让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其实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也不懂我在读什么科的，什么理科、动科，我都不懂的。我不懂什么科是读什么，我不懂。我满脑子就是我快点放学回家学漫画学到后来，我到了中四的时候，我都没有读美术的嘞，我没有读美术科的，在中学，就是因为我常常帮老师画布告栏去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画东西我的一个英文老师就说：“你这么喜欢画东西，你为什么不多拿一科美术？”我说 OK 咯，好啊，然后我就加多一科美术进来，而且是在上课时间到了美术课，我是不在班上的，我是别的班上。然后我去上别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中四了吧，没有美术底的嘞，没有上过那个正式的美术，而且要考 O level 了。我的那个另外一班的那个美术老师就无端端跑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他就很生气。他就在班上讲说，有些人不自量力，来这边然后到了年底拉低他的那个 O level 的成绩。真的，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就到时候是要学画静物就是放一个东西在那边，你去用水彩炒，我真的是没做过。所以我就是就坐在刚好我又很幸运，我坐在旁，因为我是插班生嘛，然后就刚好坐在一个。旁边就是当时班上最强的一个学生，然后我就看他怎么画，我就跟着画。第一章不及格死人惨。但第二堂课，第二个星期我就上的时候，50分了。第3章的时候之后，我是全班最高分的第3堂课。然后最高分的都会在。学校有一个玻璃橱，都会把那个照片图画放上去的嘛，对不对？这里放，不到1个月，那个美术主任就跟我讲说，你不要整天来找我了，锁匙在抽屉，你自己拿，因为接下来每个星期都是我去放我的图画。到后来，我说甚至我连那个我们有个美术室锁匙也是我喜欢就去拿，就是做很多美术的东西，都是在短短的9个月。我在那边，我的美术技术增加的很快。到了也是很幸运，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满脑子都是
将来要做漫画家嘞，真的是。可是心还好了，我还是很尽责的，我的每一科都会及格了，我没有不及格了，还是学生的责任还是要做了，就是啊。可是我真的不懂，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玻璃啊，什么爵士，我不懂的嘞，我真的是没有去管的嘞。但 O level 完了之后，我要做什么？我就想说，我要做漫画家。可是我什么都不会。那时候我想到就是说，我要去印刷厂做工，因为很单纯的就以为书是印刷馆印出来的嘛，这边学的东西，我真的是蠢到这个样子，笨到这个样子嘞。幸亏那时候就是我的那个级任老师，英文老师，他就是叫我去多拿一科这个美术的，不然我真的没有读美术。然后他就介绍我一间，那时候他为了我，他就跟校长说带我们学校去参观一间学院，叫做巴哈鲁丁。巴哈鲁丁是那时候一间中学之后你可以读的一个美专，他是学的是广告设计。他就带了班上中四的人去参观。我才说有这样的东西，有这样的，但我就不过我的英文老师说你要进这间，不然你没有什么地方去了吗？不然就要读私人的，比如说美专，这个是费用很高啊。我可能我家的经济不可以，我就有那么一个目标了啦。所以我说 OK 咯，我可以读这个。其实我不懂的啦，其他什么理工学院啊，我真的不懂，我没有想过的。然后很幸运O level 之后呢，我是全校最高分的，然后还上台领奖。那之前那个讲我说把他分数拉低的那个老师都不敢看我。当然很幸运，就是因为我的美术的关系，全校也只有我去的那间巴哈鲁丁，所以呢，基本上那个老师那时候帮了我很大的英文老师，因为他让我多拿一科，而因为他的介绍，我去了巴哈鲁丁。那么我去了巴哈鲁丁，我眼界开了。其实就是虽然不是学漫画，是学广告设计，可是在印刷方面，在制作那个成品的方面，就是说怎么样做好之后，印刷方面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开了我的眼界。虽然它不是直接对我的漫画有帮助，可是对我在美术的那个知识跟眼界有很大帮助。尤其是现在，比如说一些海报这些东西，我都很轻易的可以去制作。比如说印刷，我也有一些知识，因为那时候那边也会跟我们讲怎么样去制作一个准备好给印刷厂去准备出书的那些过程，我都知道。对我后来真的是很大帮助。我就知道说其实是不是要去印刷厂工作的这帮了我很大。这些都是很幸运。如果没有那个老师的话，可能我现在真的是在印刷厂工作的一个员工，而不是在做漫画。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是有那个心的话，你真的是全心全意要做一件事情的话，上天会帮你的，真的。哇，为啥我没有碰到这样的校长？OK， 接下来还有哪一位想要提问的吗？请问你毕业之后你做了什么？因为你要当全职漫画家肯定不容易，对不对？你也不认识人，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对。你能说一下你的经历吗 ？OK， 那时候服完兵役，在兵役过程中，因为我满脑子都是漫画的嘛，就只讲来讲去，好像有别人跟我讲话，讲，很容易就转去讲漫画。然后在那时候呢，就在兵役里面认识了1-2个也是喜欢漫画的朋友。然后我们讲好了到时候，因为我是先进兵的，我会先服完兵役嘛。然后我说我先出去闯一下社会先，等你服完兵役之后，我们一起搞漫画。OK， 好，大家都讲好了。然后我服完兵役之后呢，我就开始做第一份工作，是在报馆工作。我在早报做美术员。我进去美术员主要就是也是想，因为想了解多一点，就是在实际就是排版啊，美术员要做排版嘛，对吧？做排版这些工作，我想了解多一点报章的运作等等。所以我就在那边做了大概是不到1年。那时候报馆的花红很高的嘞。
然后那时候我做了9个月，可是因为已经过了12月嘛，他报馆就给我给我花红，可是我要做足多3个月，因为我大概是在2月3月进去报馆做，所以我要做到隔年的2、3月，可是12月我就想先拿到花红了。可是那时候我兵营的那个朋友就已经服完兵役了，他服完兵役了就是做漫画喽。然后就不管了嘞，然后我就应该是1月就辞职了，就把花红还给报馆。对我来讲钱不是问题，然后就傻的去做。结果虽然是在读书，是有一些印刷的知识，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画面，不像现在电脑啊，你全部东西做好，电脑直接 email 给那个印刷厂就可以了。以前不是的，以前要做什么 overlay 啦，要标色啦，标一大堆东西的所以这些我都懂了。可是实际经验还是不够，为什么呢？我们从一本书出版之后到书店过程我不知道比如说他要经过一个分销公司叫 distributor， 然后抽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去到书店这些东西，再加上那时候没有人认识我们，所以到时候我就跟朋友一起辞职了，搞漫画，大概搞了3本就完蛋了，钱都花完了。然后乖去我的朋友就去找工作，然后我也重新找工作，我找的是广告业，因为我读广告嘛。在读广告，虽然我跟你讲了，这很奇怪的，当你真的是真正有心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上天会帮你的。虽然我那3本漫画失败，可是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诚意去制作，水准是在那边的。因为这3本出了之后，我就有一个朋友看到，读者不认识的，他就来找我们。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的嘛，我们是说你有什么看我漫画有意见的话，就写那个地址寄信给我，就是去我家。然后他写来跟我讲说，他觉得我的漫画不错，他想介绍他的公司的老板让我认识，他是在那间出版社那间出版公司做 sales 的。然后他就介绍给我，然后我就给他看我之前失败的那3本，然后那个出版社说，不错嘞，我就支持你出。可是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也不好意思再做那种连续的漫画，我就说出1本完的然后出版了之后呢，反应就比第一次好很多，就更成熟了，在表达方面在分镜方面在讲故事的技巧也比较成熟了，然后也知道了，因为他帮我出版嘛，然后我就从那边我就问了很多东西，就知道说怎么样销售啦，什么是分销这些分销工这些我就学到了，然后他帮我这个出版社就帮我出版了两本漫画，就是2年，1年我就画1本。那时候做广告公司你知道广告公司也是一个没天没夜的工作的。超时 OT 是家常便饭，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是死都要做漫画家了。OK， 那时候就是放工回家就做。那时候通常放工回家的时候是回到家大概11点，然后呢就是吃了饭之后冲了凉就做到隔天的5点，早上5点，然后睡1个小时，然后就去上班，连续3年。每天只睡1小时，周末就比较好了，因为那时候是不像现在5天制，是5天半制，所以星期天稍微会补一点点时间，就是我每天都在画，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助理了，就是自己在做，就是我逼自己一定要1年做1本单行本，然后那个出版社帮我出版，就出了2本，到了2本之后呢，很幸运，那时候漫画就开始慢慢蓬勃起来，在新加坡开始有漫画店。然后漫画店的老板呢，就有一间漫画店老板，我就跟他很熟。然后他就有一次，他就想说要去台湾买他的版权来卖他的漫画，他就带了我的这2本漫画去台湾，然后台湾出版社说，可以试试看，他就签了我做全职帮他连载在台湾。那时候呢，我就不做工了，又辞职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要连载的时候，我病了，因为前3年我休息的不够，操劳过度，我手抖不能画，甚至拿笔都不能画嘞。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在哭
后来因为机会来了嘛，这样大的机会，我竟然不能画了。后来就吃药，看医生吃药，一天要吃十几颗药，然后刚好是我的体质还不错了，然后很快医生说，一到2年不能画稿，我管他了，我3天我没有抖了就画了，因为已经签了嘛，要做了嘛，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画。可是呢，好景不长了，大概画了大概是几个月吧，因为它是月刊嘛，每个月画一次，然后就有那个稿费，画了大概不到半年吧，那个出版社的这本杂志就停了，就某些我就没有东西做了。可是就在我没有东西做的时候，忽然间家里电话响，亚太图书忽然打来，因为我在画那个台湾的时候，我自己本身也有画自己的故事，我是两边的。我想说，因为台湾太远了，我很多东西我不能控制嘛，所以我自己也要开阔本地的市场。所以那时候我一天是画2个故事，一个是给台湾的，一个是给我自己，然后我自己又在自己出版。因为那时候当经验也慢慢累积了，知道怎么样去运作，所以我那时候画2个，在台湾停了之后，因为新加坡的亚太图书看到我之前那些失败的作品，他就问我可不可以帮我改编成英文版，然后我又认识了亚太，就在台湾停刊的那一个月，亚太图书打来问我，因为我们也认识了嘛，因为之前我已经跟他授权给他改编我的华文漫画变成英文漫画，那个是之前的作品叫《梦幻》，然后他就打来跟我讲，就是那一天，就是那一天我接到台湾说我没有在做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很失望，电话响了，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合作出版漫画？然后我就说出版什么？他就说我们可以讨论。后来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想说，因为那时候我平时我也喜欢看小说的，我想说不如我喜欢倪匡先生的木兰花，可不可以把它改编成木兰花？然后那个亚太说可以啊，他就试试看，就跟倪匡先生联络了。然后倪匡先生说木兰花可能不大适合，就问我们要不要改编成卫斯理，这样我们就谈成了，就开始画卫斯理，然后就变成又在做全职。所以很奇怪，就是从我开始做工到后来我作为全职7年里面，我画漫画没有停过的，就是当我一个失败，同一天就有新的机会进来，没有一天停过的，所以基本上我的漫画是一直连续的，而很多时候就是失败作品让我带来新的希望，然后就好像刚刚我说的，画卫视画不到2本又停了，然后又能画神雕，所以基本上机会一直在给我，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就是我能把握每一次的机会。所以有时候对我来讲，其实现在对我来讲，成功失败对我是不重要的，因为我能走到现在，是因为很多是因为我的失败成品，我的失败作品不卖，而带给我下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只要你那个失败作品你是真心的、诚意的、卯足全力去制作的话，虽然失败，它的价值还是在的。真的是我每一次失败了，立刻来新的机会，失败立刻来新的机会，所以对我来讲，现在成功失败对我来讲是不是很大的问题啊。这个真的是没有人比黄先生更了解塞翁失马是什么滋味。OK， 那大概是这个是可能是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了，请问大家还有谁想要问黄老师问题的吗？不，Hello， 黄教主与林颖好，在下谢同学。你好，你好。OK， 我是要认同的一样东西是，你刚才所说的你画到第17本，早是8本。变12本赚更多钱，忽然间变成17、
哦，18本哦。18本，可是我是想说，现在的结局是停在17本，第18本本来是想说要写那个张君宝跟郭襄的故事，后来我决定，因为觉得页数不够，我就把这一段去掉了。去掉 ，OK。对。玉昭我以为是17本，因为二人萧文长17世，所以我会从武侠的角度 ，OK。我是想问哦，二人萧文长，杨过的后期的绝学，那他也是经历，很像你这样经历过人生很多的波折，还有遇到很多贵人。那就像一个厨师，他要煮好叉烧饭，安然叉烧饭，OK，他需要遇到很多的机缘巧合，也要有好的材料，对。所以我是想问的，OK， 也是一样东西，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跟很多老师学过很多好料，他才练成自创，OK， 二人萧文长。那我要问的是，请问他这个二人萧文饭，他到底有几个武功，还有几个材料促使还是促进他练成这样的绝学？OK， 我了解，想说就是说，在他还没有练成还没有自创黯然销魂掌的时候，他是学了什么武功了？我觉得很多嘞，我看至少有10样吧。李颖，你要不要一起来讲讲？你先讲，我接下去一样样讲，我们一人讲一样。这个，OK， 杨过是在他先碰见那个郭靖的夫妇，所以之前他妈妈先去世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妈妈先教了他武功，所以他第一样学的武功应该是洪七公的逍遥游吧。OK， 逍遥游。然后呢，第二个武功就是他后来遇到了西毒欧阳锋，学会了拿蛤蟆功。第三个之后呢，他应该是在桃花岛那边，黄蓉有教过打狗棒的，只是口诀他也学过一些打狗棒法。不完全的，不是，因为打狗棒是那是后来画上的事情，不算。那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先算他在全真教有学过全真的剑法了。OK， 他全真教学一点啊。OK， 全真教就是古墓派。古墓派的话，武功很多了，什么天罗地网啦，什么美女拳啊，这我们只算他古墓派武功4种。然后他出来了之后呢，就碰到了这个。那后来这次闯荡了很多地方呢。他有去了华山，他去了华山的时候，他当然是学了洪七公的这个打狗棒法，学全了。OK， 打狗棒法之后，他当然因为洪七公是在跟那个西毒欧阳锋对打嘛，所以他也学了那个西毒的那个蛇杖棒法。其实他离开古墓的时候，他有学了九阴真经。九阴真经是后 OK。对，就是几个了，6个了是吧？7个，现在7种。8种了，8个了哈，8个 OK， 8个，还有呢？然后他又认识了黄药师，学会了黄药师的2种绝学，一个就是弹指神通，还有他的那个鱼啸剑法。对，这个算一个还是算2个？算2个了 ，OK。算2个。OK， 基本上 OK， 然后呢，他就很惨的，就不见了一只手，然后就去最后，我觉得是最后了，如果没有猜错了，就是去学了剑魔的那个剑意。就是剑魔的那个练内力的那个方式，所以我算是那个东方那个独孤求败的剑意，所以是11种，对吗？差不多了吧？11种，超过10种，对，超过10种，大概是这样子。OK， 请问还有吗？很多很多不同的武功。不过杨过好像听说连金庸先生都他承认，杨过是他这么多的。写过这么多的主角里面所学的武功最繁杂的一个主角，这个跟那个韦小宝是个天差地远。因为这是唯一一个不会武功的主角，那个韦小宝。OK， 请问还有其他的东西要问吗？没有了。OK。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很谢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对，我们很欢喜的由你们在这边来问黄老师问题。黄老师，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暂时没有了，除非大家有东西要问我，再不然就是看。好吧，我就代表就是说。想问一下，就是黄老师跟林老师，就是神雕侠侣有拍过很多电视剧吗？电视剧，然后杨过跟小龙女各有，好像刘德华的版本啊、古天乐的版本啊等等啊这些。你自己本身你是觉得哪一个最像你漫画里画的呢？哪个版本你觉得还是刘亦菲吗？还是谁这样子，黄晓明等等，还是说更早期的？你自己本身就觉得电视剧哪个？还是说你目前为止，甚至本地我们也有我们的李明顺啊、范文芳夫妇？那你自己觉得你画的漫画，你觉得哪一个？即使是他们可能某一个演技、某一个眼神，让你觉得说比较像你的漫画的人物？对，谢谢。好的，OK， 其实我看的不多嘞，我只看过那个看最多是刘德华的那个，因为那时候我是学生嘛，很多时间。之后呢，就是不停的在做漫画，这边什么时间看这些东西。我看过古天乐的，然后其他的我只是看过造型，其他版本只看过造型。我觉得最像的话，我觉得 OK。我应该是这样讲，最像金庸，我觉得最像金庸小说描述的小龙女的话，就是那个古天乐的那个版本。李若彤，因为我觉得其他的版本的小龙女的话，她的外形的那个装扮太多了，因为在金庸小说描述小龙女，她是个朴素，她没有什么装扮，没有什么的那种头饰的，她就是普通，所以我的小龙女就是根据她所描述，就是很纯的。而李若彤就是没有太多的东西，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太多花巧的那个装扮，她的头饰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古天乐的那个是觉得比较像金庸的描述。包括杨过吗？也是对。好，谢谢李老师。老师，你要不要去你的下个赛介绍一下星期六的这个星期六来临的11月6号 ？OK， 这个6天后了，6天后就是这个星期六，我还有另外一个讲座，就是《天界无限21》，这是我自创的那个漫画。就是因为这个漫画它要做成电视剧了，这个星期六呢，我会跟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就是高崇武导演一起来探讨这部漫画怎么样遇上电视剧的话怎么样改编，基本上是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然后呢，因为其实我本身也不是很懂这个电视剧到时候会怎么样去一个呈现，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可以问问这位高导演。高导演最近也是很红啊，因为他的第一部处女作电影就是在上个星期四28号上映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所以他这个应该也是他的第一部电视剧吧，我相信最长篇的，应该是超过20多集吧，应该是。然后他怎么样去选那些角色啊？谁会演谁啊？应该大家也可以问问他，看他一些意见。基本上蛮好玩的了，基本上这样子，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来再来一次，来参与这个座谈会，谢谢。下一页 ，next slide。没有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有吗？没有了，没有了，就最后一个。你的。对。这个还有，这个我讲。没事，两个人抢麦克风。OK， 所以基本上就是谢谢大家今天来，就是说现场，就是来听这个活动。相信大家也很久也没有到现场出席活动了。现在我们都注意安全距离，然后我们希望的是知道说你们最近的活动的反馈啦。所以看到是最左边的，请你们可以扫描一下那个反馈表的 QR code， 然后跟我们说今天的活动你们喜欢什么，然后觉得是说我们哪里可以更进步的，让我们知道是说，下次多请黄老师来，然后你希望听黄老师什么，对，然后当然是说今天的活动，
我们其实也有在线上直播，你有看到右上角有一个人，他手拿到很多赞的是，他是我们中文图书馆服务。如果你们大家要重温今天的活动，那些 slides 还有就是说今天的分享也会在那个活动上看得到，在那个脸书上看得到。然后最后，如果你们要知道更多关于图书馆每个月的中文活动的话，可以就是说就是来加入我们的每月活动快讯的那个来订阅啦，这么说，那就主要是告诉大家是说，本地画漫画，不容易啦，这样子。我们听了黄老师的故事，也是很励志，相信现场的人你们也点点头，他也是，你全心全意要做一件事情，相信可能全世界也会支持你，像说风雨无阻啦。我们说他也是，刚才李老师说他是本地漫画的泰斗，我也是觉得他是真的是付出很多，然后从 TCX、ZX Studio 等等这样子一路走来，所以希望你们现场的朋友们，你们今天来，相信都是对神雕或者对黄展明老师的漫画有兴趣，所以即使下个星期六11月6号来不及出席，请你们也上我们的 Facebook 看 ，OK？ 同一个时间哦，2点半。对，所以讲到为止，希望你们都已经扫描那个反馈表，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就是谢谢林颖老师，跟谢谢我们的黄展明老师，也谢谢脸书上的朋友，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视频了，谢谢你们。如果你们从2点半一直看到4点，也谢谢你们。虽然你们没有留言问问题，不过如果你们还有问题的话，你们也去谷歌 TCX Studio， 也是找得到黄老师的 email 的。现在不用写信给他了，可以写 email 给他。好，谢谢你们，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可能我补充一点啊 ，OK， 刚才我有讲了我一些好像说刚才有朋友问，就是我怎么从业余到全职。OK， 在我的出版里面呢，有一本我的画册，就是这个漫画奇迹。这本书有收录了我从业余第一本创作到天界天界出版的那个所有的经历，就是说怎么样从业余做到全职的那个过程。都会写在里面，然后呢？OK， 然后呢？刚才我所给你们看过的，就是金庸先生的那个画给金庸先生看的射雕的这个作品也收录在里面，这是一起出售的。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收藏这些图画的话，可以跟我接触。OK， 谢谢。